有明一代于公元1368年从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登基立国开始，到公元1644年走投无路的崇祯帝朱由检在眉山上殉国为止，凡276年，共历16帝。他们曾经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劲旅，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取代元廷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汉人王朝。他们也曾开着蒙冲巨舰，浩浩荡荡睁眼看世界。明朝的历史功绩让人眼前一亮，而明朝的皇帝们却常常让人眼前一黑，因为他们一个比一个奇葩。明朝皇帝中称得上中规中矩的正常人不多，除了在位时间短、默默无闻的明仁宗、明光宗等人和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明成祖两人，剩下的皇帝们论及奇葩和败家程度，绝对算大统一王朝中绝无仅有的。下面就来盘点一下明朝的8个败家皇帝，评点一下谁对明朝亡国贡献最大。第8名，误伤我叔朱允炆。严格意义上说，明王朝是在建文帝朱允炆手上亡了国的。然而和明朝后面的几代摆烂皇帝相比，朱允炆好歹有一定的文治才能，也纠正了一些洪武朝时期的错误，而且他主观上确实有心做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因而将他放在败家皇帝的最末位。不过即使有一些优点，建文帝总体上还算是个昏君，且手段优柔寡断，分寸尽失。不该强硬的时候倒强硬，大刀阔斧的削藩，不仅把自己推到了明朝全体藩王的对立面，还逼反了燕王朱棣。但他该强硬的时候反倒妇人之仁起来，对前去讨伐燕王的将领嘱咐，误伤我叔。不知道当他得知叔叔朱棣已经攻打进南京城后，是否会想起自己这句不合时宜的仁慈之语。第7名，沉迷区去朱瞻基。朱棣的好圣孙朱瞻基是个争议颇大的皇帝，说他是民主的人和说他是昏君的人，各自都能举出一系列观点和论据来。总的来说，朱瞻基是个守成之君，继承了他爹开创的仁宣之治，对于小民和文官来说是好人。大明王朝从朱棣时的连年征战中缓过气来，恢复了一定国力。但同时，永乐大帝开创的帝国秩序已经开始崩溃，朱瞻基不得不选择收缩势力范围，才能稳固核心地区的统治，因而他停止郑和下西洋，放弃了祖父好不容易打下的越南。明朝在东南亚的势力有所收缩，其负面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此外，他内迁东北驻军船厂，放纵拓欢统一蒙古，让瓦剌势力崛起，为后世埋下隐患，甚至差点就让大明王朝在他儿子手上终结。也是从他开始，明朝形成了重用宦官的传统。也许把朱瞻基也列为败家皇帝，有些冤枉这个功绩与过失一样多的皇帝了。但朱瞻基的过失放在当时看或许没什么，但若将目光放远，就会发现这些过错几乎就是明朝灭亡的前奏。至于朱瞻基沉迷斗蛐蛐的爱好，虽然当时造成了一些上行下效、贪污受贿的不良影响，但要说朱瞻基最败家的地方，可能就是生了个叫朱祁镇的儿子，还把他立为太子了吧。第6名，大庆法王朱厚照。明武宗朱厚照也是个争议较大的皇帝，不算昏君，亦非明君。朱厚照是少有的在明朝中后期还能亲自指挥战争的军事家，一场应州大捷是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取得的难得的胜利。即使在明朝，朱厚照也是个颇有个性的皇帝。也许对朱厚照来说，世界无非是一场游戏，而他是这场游戏中唯一的玩家。他一生荒淫无度，喜好玩乐，却也聪明绝顶，精通5种语言，甚至有公认难学的梵语。然而在国事上，他放纵刘瑾等宦官，造成宦官专权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他无子短寿，致使皇位落到一个比他更不适合当皇帝的嘉靖手中，把大明王朝推向更深的深渊。第5名，天生木匠朱由校。朱由校的木工水平有多高，他当皇帝的水准就有多差。几乎没受过什么正统的皇帝教育，甚至可能不识字的朱由校把几乎所有烦心事都推给了他信赖的魏忠贤。然而一个宦官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呢？宦官专权之下，无数忠良被残杀殆尽。纵观天启一朝，说朝政是乌烟瘴气也不足以形容。朱由校虽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政治才能，不瞎指挥朝政，然而所托非人。由于阉党的贪污腐败，明军因为缺少物资和训练，战斗素质极低，导致国家在这一时期屡屡遭到后金袭击而无还手之力。但朱由校毕竟已是末代天子，
家底到他这一代早就被挥霍得差不多了，因而只将他列在第5。第4名，仙风道骨朱厚熜。论能力，朱厚熜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然而他这人太过自私，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一己私欲之上。他在位这45年里，几乎都在无度的索取契丹大明的国力，称之为祸国殃民毫不为过。虽有几件功绩，诸如平定南倭、2收安南等，但总体对明朝过大于功。任用奸臣严嵩是嘉靖最大的黑点，但这并非天启帝任用魏忠贤那样的所托非人。嘉靖清楚地知道严嵩是个奸臣，他就是要任用这个奸臣，这是嘉靖之所以排第4而天启排第5的原因。国计民生在嘉靖眼中就是个屁，他只想自己得道成仙，压根不在乎身后是否洪水滔天。第3名，足不出户朱翊钧。虽然一开始有张居正变法与万历中兴，亲政后主持万历3大征胜利，从开局来说还算个不错的皇帝，可能小时候教育太严格，所以成年之后有逆反心理，再加上身体不太好，万历因为不能立心爱的女人为皇后，开始与诸臣怄气。明神宗直接罢工，除了敛财以外，几乎完全不理朝政。大明的官僚体系因为缺乏皇帝的任命而出现了可怕的真空，导致明朝对基层统治的逐步瓦解。这对明朝本已千疮百孔的财政情况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在皇帝长达30年的罢工期间，大明王朝不可避免地在亡国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在外交方面，因为东北经营不善，导致后金独立，萨尔浒大败成为明朝历史上抹不掉的黑点。同时，努尔哈赤在这一时期悄悄崛起，准备在未来的某一时刻颠覆明朝。明缅战争虽守住八关内土地并多取胜，但没有很好巩固战果。1618年后，明朝失去了乌斯藏，此时土地兼并和党争也日益剧烈，为明王埋了祸根。第2名，诸臣误镇朱由检。明思宗朱由检干的唯一一件好事，可能就是废掉了魏忠贤。说来怪冤枉的，朱由检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想挽救大明朝灭亡的命运，但若不是他一通胡来，大明王朝按照原有的速度崩溃灭亡，说不定还能续命30-40年。思宗性格反复，刚愎自用，对朝臣实行高压统治，对犯了错的臣子直接杀，导致无人敢对他效忠。最后叛军守国门，叛军死社稷，而他留下一句诸臣误镇即自尽在眉山，恐怕至死都没有悔悟。第1名，大明战神朱祁镇。如果把眼光拉长，放眼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我们会看到，论被俘虏，有北宋的徽钦二宗；论通敌卖国，有后晋的儿皇帝石敬瑭；论杀害国之栋梁，则有南宋的完颜构。但只有朱祁镇把以上3件事全占了。可以说，朱祁镇以一己之力拉低了整个明朝皇帝的水平。一个土木堡战役打光了明朝的精锐，父辈的基业几乎挥霍一空。夺门之变前是昏君，复辟之后是彻头彻尾的昏君。如果说之前几位皇帝都有王朝末期国力渐颓的无可奈何的话，朱祁镇手中的大明王朝能从鼎盛期一下子沦落到亡国的边缘，只能说朱祁镇是个足够废物的人间之蟹了。甚至要不是他弟弟朱祁钰和于谦力挽狂澜，可能明朝到朱祁镇这一代就终结了。